印度海军宣布，首款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正式服役。而这艘20年磨一剑的航母，大兵认为它的设计堪称4万吨级华跃航母的典范。为什么大兵会有这样的看法呢？今天和各位聊一聊印度的维克兰特号航母的设计究竟好在哪里。1947年印度独立后，由海军起草了一份印度航母编队方案，计划从英国购买2艘二手航母，分别部署在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印度洋方向。虽然当时他们的方案设想的不错，甚至连航母的舰名都已经起好了，但唯独忘记了当时的印度并不像现在一样财大气粗。因此在1961年，印度购买了英国退役的轻型航母大力神号，并将其更名为维克兰特号。而这艘航母在1971年的第3次印巴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功帮助印度肢解了巴基斯坦。印度也更加坚定了发展航母的决心。因此在1986年决定引进曾参加过马岛战争的英国旧航母竞技神号，改名为维拉特号。而这艘老舰的服役加上已有的维克兰特号，让印度在1987到1997年间成为了亚洲唯一双航母海军。但是1997年1月31号，二战老舰维克兰特号的退役，让印度海军恢复了单航母编队。为了恢复昔日的荣光，印度盯上了俄罗斯正在维修的格尔什科夫号中型航母，于是也就有了之后发生的1美元航母事件。当时俄方定价1美元，准备将这艘如同废铁的航母送给印度。但不久后俄方却表示这艘航母的动力锅炉发生过爆炸，如果要从俄罗斯直接开回印度会有点困难，所以需要对其进行维修。为此，印度前后共支付了近30亿美元，才把这艘废铁给开了回去，并且更名为超日王号。同时吃了亏的印度在1999年开始走向国产航母化的阶段。2005年，印度高调举行了第一艘国产航母的开工仪式，而为了纪念自家的第一艘航母，这艘国产航母也被命名为维克兰特号。随着印度国产航母逐渐成型，印度各大媒体几乎是一有进展就作为热点来报道。而在本月的2号，印度海军高调宣布，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已完成全部测试并顺利服役。据了解，印度在建造这艘国产航母时除去主要承包商科钦船厂有限公司外，有50多家主要工业集团参与了建造，另外还有500多家公司为其提供配套服务。同时他们还表示，建造使用的2.3万吨各类钢材、总长150公里的管道和2000多个阀门都是印度本土的产品。而舰上的作战管理系统、厨房、空调、舵机和厕所等也都完全由印度国产，比例达到76%。但是多年以来，印度这艘航母的建造过程可谓是意外不断。2006年，印度海军将 ADS 防空舰项目更改为国产航空母舰，也就是今天的维克兰特号。而在建造初期，他们就遇上了缺乏钢材的问题，直到2009年才开始铺设舰体龙骨。此后舰上多个部件在安装时都出现过事故，导致维克兰特号在16年的建造过程中共下水了3次。也只有同期开工的俄海军格尔什科夫号护卫舰能跟它比比谁建造得更慢了。再加上近些年印度各类国产武器在军迷圈内都是笑话般的存在，因此各国网友对维克兰特号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好评语。但它是一艘实打实的中型航母，并不能忽视它的作战效能。基础数据方面，维克兰特号全长260米，最大宽度60米，排水量4万吨，航速每小时52公里，最大航程15000公里。和超日王号一样，维克兰特号也是滑跃甲板布局，甲板上布设了2条200米的起飞跑道和1条斜角甲板着舰跑道，拦阻索总数为3条。在雷达方面，印度表示维克兰特号将配备以色列的4面阵的 ELM-2248 MF Star 相控阵雷达。这款雷达可以同时跟踪数百个目标，对战斗机大小的目标发现距离为250公里，能实现主动、半主动防空导弹的中段制导、远程空中监控、自动警报和海面监控。综合能力和法意两国的 EMPAR 雷达相当，分辨率与抗杂波能力要优于 SPY-ED 相控阵雷达。中远程防空系统可能采用了俄制的里夫 M 垂发，
配备的30N6E1相控阵火控雷达为 S 波段，最大探测距离可以达300公里，分别有低空、中高空和弹道导弹3种探测模式，一次最多跟踪48个目标。采用的48N6E拦截弹能拦截射程150公里、速度低于每秒2.7公里的反舰弹道导弹。而近程防空导弹大概率采用的是以色列巴拉克8型系统，这款系统配备了8个发射单元和火控雷达，具备自动装填的能力。在火控雷达的指挥下，可以实现从探测到攻击全程自动化，覆盖范围在500米到10公里之间，具备对所谓零海平面高度的来袭目标进行拦截。总体来看呢，维克兰特号的防空能力还是较为出色的。舰载机方面，它目前搭载了12到16架的米格 29K。米格 29K 是米格29家族中的新改型，具有面积增大的前端襟翼，采用全数字电传操纵系统。它的甲虫 EM 雷达可以同时跟踪20个目标，并指引战机攻击其中4个，同时可以携带多种空导弹、反辐射导弹和反舰导弹。不过这款舰载机的实际表现并不理想，例如俄军在叙利亚战区部署时还曾坠毁过一架。目前印军已经停止采购米格 29K 了。除了米格29系列外呢，印度表示维克兰特号还将搭载8架印度自产的舰载版光辉战机。不过大兵认为这一点呢，印度恐怕是很难实现了，毕竟印度海军比较抵触自家的这款战机。在反潜和预警方面，维克兰特号主要是依靠10架卡28或者英国的 MK42这2种直升机，其中 MK42的最大速度为每小时315公里，航程1230公里，最大预警距离180公里。值得一提的是，印度海军设计局宣布，在建造这艘价值近30亿美元的航母时，曾大量使用了 3D 虚拟现实模型技术和先进的工程软件，证明了印度在先进技术方面的储备。而印度多家国内企业在参与过自家航母的建造后，业务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可能印度的第2艘国产航母建造周期能明显的缩短。亮点1呢，防空性能出色。咱们上面提到，印军在维克兰特号的防空系统中采用了以色列的雷达。其实印度自己也知道自家的技术不咋样，同时呢又不可能自研舰载固定翼预警机，也就是说，印度海军航母的侦搜能力只能靠舰载预警直升机或者航母自身了。在这种条件下，那就必须增强维克兰特号自身的对空搜索能力，否则的话，维克兰特会成为活靶子。如果考虑到印度区域防空舰数量有限的话，这种设计能够让航母拥有一定的自卫能力，提升航母的生存力，设计非常贴近印度海军的实际情况。亮点2，动力出色。维克兰特号航空母舰动力来源为4台 LM2500燃气轮机，这款燃气轮机是美国通用动力公司的产品，单机轴马力为4万马力，总轴马力为16万马力，完全可以和 R110、MT30 并称为3大世界最先进的重型舰用燃气轮机。在印度海军的长久规划当中，除了超日王号以外，所有的蒸汽轮机舰艇都会被淘汰。因此，对于印度而言，维持蒸汽轮机是没有必要的。毕竟，用全球装舰量最大的美制 LM2500加燃气轮机作为动力来源，也能够最大化的降低后勤的复杂度。因此，印度希望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能在维拉特号退役前服役，实现所谓的3航母舰队配置。但是，由于工期多次出现意外，因此，即便维克兰特号服役后，印度海军实际上能用的航母也只有2艘，再加上超日王号自建成已经过去了40年，后续服役时间有限，以及印度第2艘国产航母的发展进度，印度海军想要实现3航母难度显然很大，所以单舰出动率对于印度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他们也需要一款出航准备时间短的航母。而燃气轮机呢，是当今时代热机时间最短的舰用动力来源。很明显，维克兰特的设计完美符合了要求。亮点3，双长点设计。维克兰特号航空母舰共拥有2个起飞点，其中1号起飞点的实际起飞长度应该是145米，2号起飞点实际长度应该为200米或者205米。这个数据对比俄军的库兹涅佐夫号短起飞点长了不少。
长起飞点也长了不少。这也意味着，在维克兰特号上起飞的米格 29K 比在库兹涅佐夫号上起飞的同机型拥有更大的起飞重量，进而拥有更强的作战能力。不过美中不足的地方是没有合适的舰载机。从舰载机架构方面来看呢，印度航母比较依靠预警直升机，所搭载的米格 29K 明显过于老旧，续航能力一般，作战范围大约600公里。这也意味着航母战斗群的海空控制范围要小一些。印度也考虑过购买 FA-18EF 超级大黄蜂和阵风 M 这2种欧美舰载机，不过阵风系列价格呢偏高，而且阵风 M 的机翼无法折叠，从未进行过滑跃起飞测试，这一点对于印度航母的升降机来说是一定的挑战。至于超级大黄蜂，美国虽然表示可以根据需求改进，但是印度对这款舰载机很不熟悉，所以印军舰载机的更新在短期内呢或许很难实现。在维克兰特号之前，印度几乎没有自产1万吨以上作战舰艇的经历，如今呢却要一下子跳级到4万吨常规中型航母，这无疑对印度造船业在内的多个产业形成了很大的挑战。客观而言，这种越级追求高端目标的计划放在任何国家都将面临一系列的困难，在实践中也必然会出现很多问题。而航母作为海战武器的金字塔，想要完成其建造工程，必须要有齐全到位的各工业体系和技术产业。例如，苏联各类产业分布在各大加盟国，因此在解体后，俄罗斯也失去了建造和维护航母的能力。那么，印度的各工业体系不是很全面，却依旧能够造航母呢？以维克兰特号为例，其设计蓝图来自法国和意大利，拦阻装置和舰载机来自俄罗斯，导弹和雷达来自以色列，主机来自美国，通讯设备同样来源于欧洲。看到这里的朋友或许也就明白了，印度航母的国产化究竟有多高。虽然这种大混血的纸面性能看起来不弱，但实际上呢却是工程整合的噩梦啊。首先，这些技术设备彼此协调起来相当麻烦，直接影响到最终的建造施工标准统一。其次，航母整体的可靠性也会面临一系列问题。此前维克兰特号试航时呢一路磕头，大概率也是这个原因导致的。总的来说，维克兰特号的设计是一点都不差，而它被抨击的主要原因呢，与光辉战机阿琼坦克一样，那就是建造周期长。维克兰特号从2005年开工，原定于2018年服役，因为进度拖沓，航母曾经3次下水，服役时间也是一拖再拖。印海军不止1次2次的提出要求增吨位，设计图变了不止1轮，加上舰上设备是多国采购的非定型装备，一旦有一个设备出了问题，航母建造工作就必须暂停，所以这建造工作也就必然快不起来。目前印度在大量关键技术上并没有自主权，因此在未来发展航母的过程中很容易受制于人，同时本国相关产业也不会得到真正的进步，无法反哺国家经济。这样一来，印度的国产航母未来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包袱。但印度航母的作战价值却是不可忽视的。从理性角度来看，印度运用航母的历史已经有70多年了，因此对航母的理解自然呢也有独到之处。如今，印度凭借着雄厚的财力和其他国家共同的战略目标，最终使国产航母正式服役，说明轻视任何国家的武器都是不对的。毕竟薅秃毛熊摸秃鹰将，那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各位朋友对此有什么看法呢？欢迎留言讨论。你想看的也是我想要了解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